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。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。给我上！师太，您没事吧？官爷，你没事吧？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，继续给我追啊！没人跟来。给我看看。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雨相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痛吗？不疼。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？没事，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。齐天来，被人欺负说不疼，被人打也说不疼，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？你在我面前不要装了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，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。别哭了，就知道逗我，就知道笑嘻嘻。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，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师太不必。师太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太，虽然你躲入白泉庵中削发为尼，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。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，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啊，师太，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。要不，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，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，替您儿子报仇。好，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，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。你们是好人，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柯世昭那个恶贼，为了夺得几家药铺，把我儿匡骗去，下毒害死。现如今，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。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。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，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。杀你儿子的恶人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是啊，师太，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。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。要不然，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。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。我们可以帮您，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，
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，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，通通告诉老太君，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，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，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如今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。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，你又受了伤，硬闯肯定不行。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师太，那一车臭臭的东西，装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，等夜香车满了，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。有法子了，天磊，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。师太，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，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？老太婆虽然眼瞎，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，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。那便好，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。这好办，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，有一口古井，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，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。那我去借一身。哎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你都受伤了，乖乖待在这儿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打不过还跑不过吗？算起来，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。估计啊，嘴都给气歪了。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，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，千里马也追不上。等回了林州，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，再回别院。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。嗯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是当然。此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也一切安好。什么安好啊？你的手……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休养几日便会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。建堂兄弟，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，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。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好，还有一件事。奶奶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。好啊！奶奶，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雁。瘦了不少。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。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外祖母您瞧瞧，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
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儿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，小喜。哦，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。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未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一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祈福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堂端坐，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。
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，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哼，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统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香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双筹，双中，算4筹。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没你的份儿了。好像是挺漂亮的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。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少爷，这等的谁呀？这么大的款，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！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，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。神兵？还一臂之力？把嘴闭上，少说点。是。外祖母，苏州余下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。我呀，见她拿了好些礼物，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，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。好，好，小巧啊，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。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。老太君，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。小巧进府晚，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，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。快去吧。来者是谁啊？表弟妹啊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，那可是名门闺秀。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，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。说起来，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，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？可不是嘛。
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，未出阁前，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家请了教书先生，他便入住到我府上。我们同吃同住，同跟着先生学书画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摆弄女工、刺绣。我们呐，不是姐妹，胜似姐妹。后来啊，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。所以说，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。外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秀波妹妹马上就到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前来请安。好，叫她进来。请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请安了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，来了就好。打小你父母死得早，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，现在她也走了，我知道你很伤心。祖母过世，留下秀波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。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，常常梦到祖母，整夜以泪洗面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祖母走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齐府啊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，以后会有人疼你，有人宠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。秀波妹妹，一路来辛苦了。见到天磊哥哥，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。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，想着3年孝期满了，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。对了，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与老太君相会，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。大和尚曾言，天磊哥哥麒麟之才，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，没成想却误了工期。后来祖母过世，秀波留在苏州，3年孝期，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。祖母疼爱秀波，给我也做了一只。小姐，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我说天磊啊，你瞧瞧，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，你就快收了吧。哎呀，喜欢喜欢，多谢妹妹。多谢妹妹美意，
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的嫂嫂。这个物件呢，本也就是护身符，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，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。我就替小侄子先收下了。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，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。你嫂嫂长你几岁呢？嫂嫂好，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，今日见了，当真是国色美人。看着嫂嫂这样娇俏，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。多谢妹妹夸赞，妹妹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了，坐下，都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外祖母呀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。在守孝3年期间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，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。我在江州做生意，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，我呀这才有所耳闻。秀波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，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，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竟有这种本事。唉，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，太辛苦了。日后啊，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秀波，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秀波还未定亲。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，疼爱秀波，护着秀波。只可惜自己命苦，一直没有寻到良配。不急不急，我们的秀波呀，如此的蕙质兰心，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。多谢老太君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天磊哥哥，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。你瞧这诗句，字字含情，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？小姐，你瞧他们，一是作对的，三少爷怎么能这样？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，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，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。慌什么？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。娘子，秀波见过嫂嫂。妹妹好。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天磊，这个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什么意思啊？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。嫂嫂别多心，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，有感而发。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好得很。娘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，
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。天磊哥哥说的是，我二人清清白白。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天磊，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，把她娶进来呀。这个不敢，娘子，我答应过你，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。小喜，秀波妹妹，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，好吃的很，外头可吃不着。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，我就走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娘子，秀波妹妹，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，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，到时候我那半去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。就先告辞了，不打扰了。娘子怎会如此生气？方才不是大度的很吗？谁说我大度了？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。齐天雷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，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，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。对，带上小喜，咱们回扬州。切，不就是青梅竹马吗？谁还没有一样？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，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。他们与我脾气、喜好都一样，而且只爱练武，不爱读你那些破书。这么说起来，可能还更合适呢。小喜，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，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。小姐说的对，小喜啊，支持你。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，开开心心的嫁了。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，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？不行。你呀，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，管我改嫁干嘛？那别的先不说，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，都让你知道啊？那他们姓甚名谁，身在何处？你跟他们还有联系？要你管？就是，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，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，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？当心啊，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。哎呀，是。哎呀，我家娘子啊，那是美若天仙。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，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。娘子啊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你少跟我贫嘴，我不吃你这套。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？不管是这天上星星，海中珍珠，只要是娘子要的，我都给你取来，跟娘子赔罪。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，看见一棵青梅树，上面有几颗青梅，我想喝青梅酒。行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，只给娘子一个人用。娘子，那边。这个？算了，那个吧，那个。这个好打一点，这个。这个。就它了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接住了啊！再来。这个。好了，接到了。好，来，小喜，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。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，目前也就只剩这些。况且这棵树
还是我亲手栽种的，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。若是娘子喜欢，我便都留给你，拿去酿酒。这也太酸了吧！小馋猫，谁让你馋嘴的？小喜，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，晾干。记住了，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，谁都不许碰。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。多谢相公。放心吧，三少爷，小喜啊，亲自看着，一颗也少不了。走。好吃吧？确实够酸。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，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。没了？我前几日路过，见还有几棵的。已经被我采完了。我摘的。我想喝青梅酒，所以把它们都摘了。不过，天磊，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，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，给妹妹开开胃吧。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。对不住嫂嫂，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。没什么的。都怪秀波，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。不碍事，毕竟工序繁琐了些，所以晚了点。是天磊哥哥的手艺，光是闻着味道，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。还是三少爷有办法，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。快吃点开开胃。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。我有事儿就先走了。小姐，你吃点东西吧。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，你都没怎么吃东西。不想吃。哎呀，都怪三少爷，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，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。结果呢，那秀波小姐一生病，便什么都忘了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。秀波那副可怜样，谁看了不心疼？小喜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。哪里奇怪呢？娘子果然敏锐，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。你过来这儿干嘛呀？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，人家生病了，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。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？齐天磊，你说得倒轻松，是你先拉人家手，拉得还不够吗？那拉手，哎呀，是不该。娘子，你别碰我。娘子，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，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？摸了秀波妹妹的手，就不能再碰我了。小喜，快劝劝你们家小姐。我家小姐说的对啊，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，就是该砍掉，就是该砍掉。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！哼，对，我就是妒妇。你不喜欢，找你秀波妹妹去啊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望娘子为我吃醋，我自然是开心的。
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才没有吃醋。好，娘子不是吃醋，娘子是生气，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。对，我只是生气，我的东西被人惦记。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。这人是娘子的，青梅酒也是娘子的，再惦记，别人也抢不走。果然是青梅酒，你哪来的青梅？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，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。我这番煞费苦心，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，我还真是伤心呢。好吧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答应过娘子，这几颗青梅谁都不许碰，我又怎能食言呢？算你识趣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有些奇怪，是发现了什么吗？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。我也觉得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？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，拉我的手，都略显刻意。你是说他这是演的？高烧倒是真的，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。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，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，还有水声呢。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，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。那这个意思是，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？8九不离10了。这也太……不过秀波本性纯良，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，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？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。娘子，你就别再打趣我了。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就算女子真动了情，按照秀波的本性，也不该至此的。有人怂恿她。秀波妹妹有福了，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，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，柯少爷也来贺喜。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，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。果不其然，又是柯世昭。柯世昭，又是柯世昭，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，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，我饶不了他。娘子不用着急，此事涉及秀波，咱们还需从长计议。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，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，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。你有什么计策？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？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。哼，懂了，将计就计，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，这样就会放松警惕，自己露出狐狸尾巴。你这悍妇，极度成性！我堂堂齐家3公子，3妻4妾，通房4舞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，你就这么对我，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。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！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，哪样与我般配？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，
秀发如水，顾盼生姿。你想得美！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？一看就是病秧子，身体不行。你彪悍如何东施？你性格古怪。你面目可憎。你臭不要脸！姑奶奶受不了了，我走了。求之不得，我也落个逍遥自在。哼，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，我救了你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再如此，我便不客气了。哼，你敢对我怎么样？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，有何不敢？鸟语花开春空尽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静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小姐，三少爷，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小姐，那我进来了。至此都不舍一世。才没铸下大错。妹妹日后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秀波自小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，当初一心觉得女儿家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婚姻，秀波以为天磊哥哥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那日在水榭里，嫂嫂说天大地大，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。秀波才幡然领悟了。自那日起，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，秀波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青梅竹马的回忆。从今往后，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。日后作何打算？我打算回苏州去，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。秀波妹妹蕙质兰心，定能将祖业打点得风生水起。兄长过奖了。只是那柯世昭一心想要对付你们，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，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？放心，你且安心回苏州去。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这对金麒麟本就该属于相爱的两个人，两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。今日我便将它送给冰燕嫂嫂，祝你们伉俪情深，白首不相离。多谢妹妹。妹妹走了。保重。
师傅，怎么样了？天雷，正如你所料，下的是香科的毒药。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！我们这才刚走了几天呀，就发生此等恶事。师傅，我们将师太藏好，为的就是等师傅回来，看师傅有没有法子将师太医治好。如果治好了，他就能去奶奶面前揭示柯世昭的恶行了。我记得肘后救足方中有一古方可解此毒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将它治好的。那太好了，师傅果然是神医。等师太痊愈之后，就可以向奶奶禀告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的。哎，对了，天雷，你的那些汤药，可有按照咱们相约之法测了一测？师傅放心，徒儿早有筹谋。天雷，天雷，你快看！慢性毒药，果然是他的惯用伎俩。还说什么祖传秘方？我大哥天祥就是这样被他害死的。天雷，你别太难过。柯世昭那个大坏蛋实在是太可恶了。但天网恢恢，我相信邪不压正。再说了，柯世昭在汤药里下毒的证据，我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还有师傅也在帮我们医治瞎眼师太呀。等师太好了，我们就把师太和这些证据一起带去给奶奶看，她一定会相信的。天雷，我们一定可以给你大哥，还有被柯世昭害死的人报仇的。平时风风火火的玉壶女侠，竟然也有这样心思缜密、耐得住性子的时候。那也是跟你这个万事考虑周全的公子待久了，照猫画虎也能下个3分。奶奶好。奶奶好。天磊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到我的房间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孙儿和冰燕今日有要事向您禀告。哦，那坐下说吧。是。冰燕啊，你也坐吧。多谢奶奶。坐吧，坐吧。湘云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奶奶，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少年，叫季敬堂，您可还记得？记得。不过当时我跟你说，不要管他的事。孙儿那个时候还担心，会不会是柯表兄常驻江州，把江州地界的晦气、恶习带到了咱们齐府里来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瞎猜，不要瞎想。孙儿这也是关心则乱，为了咱们齐府着想嘛。我也希望咱们齐府上上下下平平安安，奶奶您长命百岁。天磊啊，我看你这阵子啊，身子骨也挺强壮的。当然了，这也有冰燕的一份功劳。这最大的功劳，还应该是柯表兄的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柯表兄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找到了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，还搞到了18味名贵药材，让方小巧每日按时送到我的房里来。柯表兄为了咱们齐家这独苗，还真是尽心尽力的。也许吧。不过，这名贵药材熬出来的味道却有些奇怪。孙儿每次喝的时候，确实难以下咽。如若不喝，
又仿佛愧对柯表兄的一片心意。所以，孙儿也只能将药慢慢的倒掉。倒掉？为什么将药倒掉啊？说是倒掉，其实孙儿还稍微留了一点，给我的一位朋友替我代喝。日复一日，喝到今天，果然出奇效了。什么朋友？就是他。这个柯世昭真是坏透了，肯定是他想方设法把杜家人从扬州弄过来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换什么衣服，李玉虎也变不成杜冰雁啊！你先别着急。什么别着急？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不着急？这样，你先把小喜叫过来。小喜？对。对哦，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家人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等我干嘛？我和冰燕姐有好多话要聊，要不是她赶我，我还不想回来呢。那我岂不就独守空房，可怜死了？你可怜？有我这个假冰燕，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，可怜什么？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，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。可是现在，她是他的。他和他遇到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皇上已经下旨，要招元不屈当驸马爷，让他娶昌平公主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。不过冰燕姐想出了一个好法子，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，元不屈正按照他的法子实施呢。那就好。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还是他的，你也还是我的。他不会是我的，你也不会是他的。什么你我他呀？就你贫嘴，睡觉去。哎，你等等。你怎么了？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见他从血馆里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比了比，我兄长可是一表人才。冰燕呐，不要乱说。天磊兄，我这妹妹自幼就心直口快，你呀多多包容她。冰燕呢，你昨晚不是跟我说，这天磊兄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，却毫无骄奢淫逸之气吗？这可是你的福气啊，你呀要好好待他才是。我可没这么夸他，他这样子还是因为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傅。说的倒是，也多亏了我那师傅的谆谆教诲。怪不得天磊兄眉目之间有一股正气，果真是妹妹的良配夫君呢。可我这位良配夫君总是让人欺负。兄长，你可真是见微知著，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啊。我呀也有一位师傅，他跟我说，这人世间姻缘最重要的就是情字。我看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，实属是天作之合呀。兄长不愧是才女。
才女们各自思量，人人爱慕的睿智男儿。兄长，希望你早日和你的心上人相聚。冰叶，兄长还未向老太君辞行，咱们也还没跟岳父大人好好的聊聊天呢，要不咱们就到这儿。请。老爷请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多来一请。好，你也请。哎呀，老爷喝茶。那多老爷辛苦，请用茶。好。小喜昨天把你们齐家的事情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李小姐啊，你替冰燕到林州冲喜，真是太难为你了。不，杜老爷不辞辛苦从扬州赶来林州帮助我们，我们才感激不尽呢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哎呀，我跑这一趟，你们也没有让我做亏本的生意。你看啊，我嫁出去一个女儿，收回2个女儿，还带回2个女婿，我这里里外外啊，可是翻了一番呐。爹爹这讲的可是生意经呢。小女见过爹爹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那小婿也叩见岳父大人。哎，好，请。哎呀，我这真是唱了一出精彩的好戏呀！哎呀，喂，老太君让你协理管账，这正好可以夺回齐家的财权，你为何不干？等抓住那豺狼再说。抓住豺狼可以啊，但这账你也得管呀。玉虎啊，你不是说你以前最瞧不上那钻进钱眼里面的那些人吗？那我齐天磊定然是跟你想的一样的。那你不管谁管啊？我呢，已经有看上的人了。谁啊？明日带你去见他。哎，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你怎么到这儿捣药了呢？爹娘走后，店里没有帮手，燕生就过来帮忙了。哦，怪不得平时在府里见不到燕生，原来是跑到这儿来捣药来了呀！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！金堂，哎，公子，若我是客人，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有账单。不瞒您说，公子，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。您看，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，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。哦，对了，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。哦，小喜，对，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，这么厉害。您看，
景堂，哎，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，怎么样？若是公子信任我，敬堂一定好好打理，细心经营。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？对，是我写的。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。好。叶生小姐，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我得把他吓死。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一点，仔细一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！哎，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磊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报复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，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磊，他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，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磊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。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，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奶奶，快了！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
放心吧，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鸟语花开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个屁！你这个人，好耍赖！言归落堂心，一叹不知你归去。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它也分两种，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两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戒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义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
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韩正说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掌。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。女侠鲤鱼湖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老太君，杜冰雁北上荆州，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。对呀对呀，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。你有喜了？奶奶，您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高兴，都还来不及呢。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！是啊。京城传来了杜冰雁的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听闻他们二人已在京中重逢，本以为是皆大欢喜。皇后娘娘定要让袁大将军与公主成婚，袁大将军抗旨不从，也被下了大狱。怎么会这样？冰雁姐也太倒霉了吧！冒出个公主，现在又半路杀出个皇后来。要是那将军要休了小姐，娶那公主，我家小姐可怎么办呀？他敢！这袁不屈要是为了当破驸马，辜负我冰雁姐，我宰了他！不会的，据说当日袁大将军参加了皇后娘娘的鸿门宴，公然违抗了皇后娘娘的意志，誓死不从。杜冰雁化身侍女，跟在袁大将军身旁，要与袁大将军夫妻一体。这样看来，姐姐是要跟大将军生死相随了。好了，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吧，我们即刻出发前往京城，设法救人。师父与师娘也在路上，到时候在京中会合，一起想办法。天磊他们来了。天磊，师父，师娘，快进来。公主，我舅舅舅妈来了。拜见公主。免礼免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用拜了。听评委说你们跟袁大将军相熟。我之前在袁将军的军营中做军医，这二位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爷，一位是齐家的三少奶奶。我是冰雁姐姐的结拜妹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去牢房探望过姐姐？她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欺负？那是秋官狱，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手谕，否则谁都别想进去。我也找父皇哭闹过了，可父皇说母后是为了我好，不肯插手。我这父皇母后真是棒打鸳鸯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道理的。大不了我这公主不当了，我随嫔妃私奔去，看我父皇母后能把我怎么着。只不过连累了袁大将军和你姐姐，
得想个办法混进邱关玉，与他们二人见上一面。此事，我们身居局外，不知内情，想要破解，恐难找到其要害。或许他们二人会有什么线索。说得对，我们在外头跟没头苍蝇一样，得快点见到姐姐，跟她商量。阿兰，你是公主，你就没有什么办法带我们进邱关玉吗？我已经找了母后哭闹3次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哭闹有什么用啊？小时候爹爹不准我干这个，不准我玩那个，我都是跟他斗智斗勇周旋着来的，得智取。你刚才说，要见姐姐得有皇后和皇上的手谕。那我们就偷一个，抢一个，伪造一个也成。这，我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要不就这么定了吧？啊！那我们就分头行动。我与师傅先行查探，去看看邱关玉的巡逻状况，再想办法。你们确认是此物？公主亲眼所见，定是此物。这世间的缘分，还真的是奇妙。什么缘分啊？师傅，您说清楚。哎，师傅，咱们要去找皇后娘娘的负心汉，干嘛带个小药盒啊？不是应该带些工具？如若那家伙不跟我们走，我们就把他绑回去。娘子稍安勿躁，师傅自有打算。18年了，风师兄，你在此地孤零零地等了这些年，终于把人等来了。两情相悦，世事无常，生死相隔，诚不敢欺，以待故人归。师兄临走前，将这半朵莲花交给我，让我赶往京城的郊区，狠心告诉那女子，说风师兄有愧于他的厚爱，不敢前来赴约，让他另寻良人，莫可自误。风师伯这是何苦呢？想来风师伯也是了解那女子品性，知道她与女子情深意切，若是告知她真相，说自己命不久矣，那女子定不独活，要与他一同殉情。所以风师伯宁可背负一个负心人的名声，让他记恨一辈子，也要让他活下去。那您当年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师兄毒发，第2日便去了。我带着这半朵金箔莲花，赶往京城的郊区。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的小子，不熟悉路，耽搁了时辰。等我赶到这片竹林时，早就已经过了他们之前的约定时间。师兄虽然告诉我这女子的名讳，可偌大的京城，找一人如同大海捞针。等我寻到了这女子府上之时，却听闻这女子的父母早已将这女子送往京城选秀去了。见不到这女子，我也没了方法，就一直将这半朵金莲随身携带。这女子被封了妃，不再用娘家的名讳了，竟然是如今的皇后。没想到，如今冷酷无情的皇后娘娘，也有如此痴情的时候。不过，这样想起来，
他也挺可怜的，竟从不知道风师伯对他的深情从未变过。造化弄人！我按照风师兄的意愿，将他埋葬于他们约定好的这片竹里，也算是了却了师兄没能赴约的遗愿吧。哎呀，这计策到底行不行啊？怎么还不放人啊？那日回宫之后，母后一连几日都没有出寝宫，也不知道打开心结没有，肯不肯下懿旨放人，真是急死了。但我看那日皇后娘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就算是个外人都被风师伯感动了。皇后娘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，也该融化了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哎，你淋着没？你没淋着吧？好大的雨啊！我给你弄弄。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，扬州桃李，飘小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，只有你能懂我心意。因这一次相遇，定下姻缘不移。人海中遇见对的你，无人能比拟。欢喜冤家相依。怎么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。新郎官们，快来迎接你们的新娘子吧！袁大将军、齐三公子，想要迎娶我们2位小姐，可是要经过考验的，请务必擦亮双眼，仔细瞧瞧。上一次是上错了花轿，机缘巧合选对了夫君，这次你们一定要选好新娘，否则日后夫人会怪罪下来的。这一样的红盖头，一样的红嫁衣，又都是龙凤呈祥，没有鸳鸯戏水。没错，2位姑爷，可务必要仔细辨认喽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你说，这2个人一模一样，他们该怎么分辨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就是要考验齐三公子和袁大将军的眼力心力。我们如花似玉的2位新娘子，岂能那么容易嫁出去啊？袁大将军，如何？猜不到。三哥，你快猜啊！玉红妹妹说句话呀！啊，齐三公子，不许问话，不然这就算犯规了。啊，对，犯规。驸马说的对。
将军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既然两个新娘看起来外形一样，那咱们就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动一动。哎呀！这位身手不凡，想必便是我家金国不让须眉的娘子啊。这位新娘端庄优雅，是我夫人没错。娘子，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！用武功试我，是犯规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想你好好活着，然后跟碧燕姐姐换回来，把你还给她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你李玉湖。二拜高堂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遇见对到你，无人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。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如此待我，林燕必定生死相随。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，怎么能再娶公主？今生今世，绝不辜负彼此。夫妻对拜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。扬州桃李，飘下十里，满城共聚欢喜。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？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。启程！恭喜呀！好啊好啊！恭喜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！这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了郎。恭喜恭喜！